男人辞职后花光所有积蓄买下这栋房子，结果第一天就发生了意外，因为这里是一家曾被遗弃的动物园。买下这栋房子的主人就必须接受养活这里所有的动物，这种条件换成是谁肯定都不会接受。男人想当然地表示拒绝，可就当他万分懊悔时，女儿却在此刻不见了踪影。此刻的他正在给孔雀投喂食物，看着他久违的笑容再次浮现在脸上，男人心中渐渐已经有了答案。为了能让女儿拥有完美幸福的童年，这或许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早在半年前，杰明的妻子意外离世，导致女儿和儿子再也没了以往的笑容。一家人为了能走出失去亲人的悲痛，准备换一种方式开启他们新的生活。杰明集结动物园中仅剩的员工，他们真正热爱动物才一直守护到现在。凯莉是这里的总饲养员，带杰明参观了这里所有的动物后，并讲述了这里目前存在的现状。其中有一只老虎已经步入中年，凯莉知道它现在很是痛苦，想让它早点解脱才是最好的办法。可外行的杰明并没能理解凯莉的意思，还以为只是需要一笔不少的资金而已，这让凯莉的心里多少有些失望。You have no idea what we've been dealing with here. We need somebody who can really take charge of this place, or else we and all these animals are gone. So your question is? Why did you buy this place? Why not? 看着杰明自信的笑容，虽然不知道他是出于何种原因，但多半能感受到他似乎早已下定了某种决心。杰明带好打磨好的木棍，准备重新装上新的围墙。看着温顺的小动物，杰明不自觉地开起了玩笑。可谁成想，小家伙瞬间原地炸毛，笔直地冲向了男人，吓得他直接3步并2步直接飞出围栏外，遍地的金条扎得他苦苦嚎叫。You're not talking to him correctly yet, Boston. You gotta be real with him. I'm never talking to you again, you little asshole! 迪伦为了偷懒，居然偷偷躲在阁楼上绘画。莉莉却在此刻前来，她不仅夸赞迪伦的画像很有风格，还主动向迪伦的身边靠得更近。可怜女孩手都没牵的她，哪里能受得了这突如其来的主动？为了能缓解两人之间的尴尬，莉莉表示以后每天下午4点都会给他送来3明治。他阳光开朗的性格就像黑暗中照进的一束光，温暖了迪伦的世界。到了晚上，迪伦被父亲安排去车库关灯，由于对箱子里装的东西很是好奇，他下意识将其打开，里面居然装了满满的蛇。他被吓得直接转身离开，可却因此忘记给箱子上锁。结果第2天起床后，院子外的蛇已经布满整个草坪。杰明只是简单的训斥了迪伦2句，结果直接让他原地暴怒。迪伦肆意宣泄着自己的情绪，父子间的感情变得越发紧张。他们前脚刚刚处理完，后脚就收到莉莉传来的警告 Mayday, Mayday！ 监管局的人今天来突击检查，可他们到现在压根还没准备好。结果可想而知，直接列举出了12项不合法的项目，也就意味着杰明还要支出一笔不菲的费用。可现在的他早就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根本无法完成后期的所有建设。他肆意宣泄内心挤压已久的情绪，一脚就将木桶踹翻，可下一秒他却又将木桶扶起来。凯莉知道他并没有因此选择放弃，可就在杰明为钱的事情还在发愁时，大黑熊居然在马路上溜达。男人连忙拨打电话寻求支援，这种事情要是被传出去，重建动物园的计划也将化为泡影。他拿着猎枪快速寻找大黑熊，此时的他正沉浸在沐浴的阳光之下。面对男人的持枪前来，大黑熊并未表现出残暴的一面，反而是缓缓地走向男人，并一巴掌将猎枪拍飞数百米远，接着发出一阵凶吼功。陈年酸菜般的口水直接溅了男人一脸。突然远边射来的一记麻醉枪，直接让大黑熊渐渐地沉睡了过去。好在一切并无大碍，可专家只是简单的对大黑熊做了检查，就再次刷爆了男人最后的一张信用卡。杰明晚上穿着妻子给他买的卫衣，却意外在其中发现了一张存折单。他不清楚这里面的具体内容，便找到一直在银行上班的哥哥。原来杰明的妻子生前曾有一笔存款，他猜到杰明将来很有可能会投资失败，便提前存了84000美元，就是希望杰明未来在遇到困难时仍有资本继续保持那份初心。可哥哥希望杰明能认清现实，不要继续在看不见希望的地方执迷不悟。眼下最好的选择就是拿着妻子留下的这笔存款，带着孩子们重新好好的生活。毫不知情的财务员将众人集结在一起，将杰明破产的消息公之于众，今后肯定也无法再继续支撑动物园的修建费用。先前的信誓旦旦都只是糊弄众人的表象罢了。 Benjamin Mee is a fraud! 得知消息的莉莉找到迪伦，说出了他们即将离开的消息。可迪伦压根就没能理解莉莉的心思，居然还在那里乐此不疲，直接让莉莉的心瞬间跌入谷底。他并未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反而觉得自己只是一厢情愿的小丑。带着失落，莉莉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杰明走进办公室，此时的众人早已在此等候多时，都在等待他下达最后的通知。 The money came through. And if you stick with me, I will give this everything, but I will need everything from you, and we are going to reopen this zoo. It is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 and it's going to take everything to make it work. So don't give up on our adventure.
Well, that's good enough for me. Me too. Done, man. 团队的气势再次高涨，众人们纷纷加快修建的步伐。眼看着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时，杰明和凯莉却在此刻发生了争吵。只因一只老虎即将步入中年，凯莉不忍心看着他每天活在痛苦之中，希望可以通过安乐死的方式让他早点解脱。可杰明却执意偏要通过药物的方式，让老虎可以再多活些10日。I can't stand by and watch this happen. I'm not gonna do it. Well, it's not up to you. 虽最后也并能达成统一的意见，直到晚上，杰明主动拉起了凯莉的手，这才说出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只因妻子的离世，让他无法面对身边任何事物的离开，甚至在和儿子争吵时，总能透过他的眼睛想到妻子的模样。得知缘由的凯莉，也终于理解了杰明当初的做法。可等杰明回到房间时，却发现迪伦早已在门口等候多时。他误解了杰明的意思，两人因此再次发生了争吵。次日清晨，杰明站在笼外久久伫立，看着老虎发出低沉的哀嚎声，他知道是时候该让他解脱了。与此同时，迪伦突然走了进来，他终于理解了父亲的不容易。迪伦坐在父亲的身边，渐渐地敞开了心扉。他不希望错失自己最心爱的女孩，但却始终不敢主动表达自己的爱意。杰明先是会心一笑，便鼓励迪伦一定要去尝试那20秒毫无理智的勇气，大胆地说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结果一定会有他意想不到的惊喜。这是父子间第一次吐露心声，先前的所有隔阂也在此刻烟消云散。为了加深父子之间的感情，杰明还特地将迪伦的绘画做成动物园的标志。I'm your fan, man. Don't you know that by now? 重建动物园的进程也即将完工，原本不看好这一切的哥哥也主动帮忙，他带来满车的海鲜给园区的动物们加餐。员工们都在有条不紊地修建家园，最终也迎来监管局人员最后的审核。可这一次，不管他怎么挑刺，都无法找出一条不合格的地方。毫无悬念的是，他们果真通过了最后一轮的考验，顺利地拿到了开业的资格证。众人开心地庆祝着胜利的时刻。可到了晚上，却迎来了噩耗，近几日将会有持续不断的强降雨。这对杰明来说无疑是最大的考验。此时的迪伦走在回家的路上，却看到莉莉家门口挂着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如果你爱我，就让我知道。父亲说的话再次环绕在迪伦的耳边，他快速冲向莉莉的家中。 Hi. Hi. Am I nuts to say that I missed you like crazy a lot? A lot. Sorry about the rain. No, I love it. I love your hair. I love your shine, Lily. I love you. 迪伦用了那20秒毫无理智的勇气，果真获得了莉莉的芳心。在经过3天3夜的强降雨后，也迎来了乌云后的万里晴空。今天也正是动物园开业的日子，众人们纷纷穿上工作服，迎接着这激动人心的剪彩时刻。可尴尬的是，时间明明将至，却为何迟迟不见游客们的踪影？迪伦察觉到不对劲，他奋力地冲向前去，居然发现一棵大树阻碍了通往这里唯一的道路。当越过大树映入眼帘的是数以万计的游客们早已等候多时。 Welcome, come on, we're open. Come on. 原本始料未及的阻碍，却增添了探险游玩的浓厚乐趣。游客们体验着前所未有的入园方式，一望无际的人潮根本看不到边际。翻新后的动物园再次迎来了勃勃生机，曾经来过这里的游客都对杰明表示致敬。他通过实际行动给孩子们留下美好的童年。做完这一切，杰明带着孩子们来到曾经和妻子相遇的地方，跟他们讲述当年两人邂逅时的场景。他正是用了那20秒毫无理智的勇气，就娶到了自己一生的挚爱。 Excuse me. Why would an amazing woman like you even talk to someone like me? Why not?